中國製造嘅碳纖維輪組真係越嚟越多，我唔使點樣諗都可以數到10個唔同嘅牌子出嚟。每個牌子嘅標籤都話佢自己有幾犀利，做到又輕，乾性又高。啲物料咧就用高級碳，但係正常人憑肉眼根本就分唔到。數據就寫到靚一靚，但係現實生活裏邊究竟佢哋嘅分別係有幾大呢？曾經都有好多觀眾要求我拍條短片嚟比例下唔同嘅炭刀，今集就會實現呢個夢想。我哋會攞3對主流嘅中國出嘅主打炭刀嚟做一個測試，包括平路、爬坡、落斜同埋剎制嘅比例。今次咧就會用呢3款，由右邊開始數上。第一對就來自一個算係最早銷售到海外牌子，性價咧極高嘅，價錢係非常之親民，可以話係新手嘅最佳選擇。今次就會測試 Super Team 嘅全碳系列 C25至50，外框嘅闊度就係25mm， 前後框高都係50mm， 個盒咧就用 ceramic bearings， 跟呢個6爪形設計，輻條都係用碳做。個重量咧就只係得1380克嘅，呢一款咧就較為貴啲，屬於佢哋嘅高端系列，價格咧就去到差唔多1000蚊到啦。如果你喺海外嘅，下一位咧就係 Hyper 2023年嘅 R45， 外框闊度去到 27.6mm， 框高前46，後54，個盒睇落去咧就同 Super Team 一樣，裏邊都係用 ceramic bearings 同埋用一個6爪形嘅設計，亦都有用炭條啦，重量只係得1322克，係呢3款之中最輕嘅，價錢呢就貴好多，大概1300蚊美金到啦。而最後呢，我哋就有賣金嘅 Exar RB58 Pro， 外框闊度去到 27mm， 前後框高都係 58mm， 跟呢個鋼 bearing 4爪形設計，輻條呢係金屬做嘅，係呢3款裏邊最重嘅一款，去到1440克，價錢呢就同 Super Team 一樣啦，都係大概1000蚊美金到。OK， 講下今次嘅測試。首先呢，我哋就會走呢條平路嘅，就每款車轆走2次啦，攞出中間嘅平均分嚟做呢個比例。我哋會用同一款嘅車胎、同一氣壓同埋重量維持喺200W附近，用同一個姿勢嚟踩嘅。咁呢條平路呢，就唔算係好平啦，我住嘅附近郊區呢，全部都係山路啊，所以呢，呢一條長達 2.25 公里嘅路呢，都有大概15米嘅爬升。OK, let's go。未同大家分享呢個得出嘅數據之前呢，就想同大家講下，我只係一個普通嘅車友啫。絕對唔係一個工程師，所以咧，就算點樣刻意令到呢一次嘅測試公平，都唔多唔少會有啲走漏啦。雖然我全程都係望住個碼錶，想維持喺呢個200W度附近嘅，同埋個顯示咧係校到去每3秒嘅平均，所以條路遇到某啲斜度咧，就算少少嘅斜度咧，都可能會有30至到50W嘅出入，有時咧就會過300添。如果我唔降低自己嘅回轉度，睇翻之後嘅 Strava 啲數據都可以話好接近咯。但係都係嗰句啦，呢啲測試咧就只係攞嚟參考下好啦，唔使太過認真嘅。OK， 以下咧就係跑平路得出嘅結果。Super Team 平均就係3分46秒。Hyper R45 就係平均3分45秒，而最重最高框嘅邁金 Exar 咧就竟然係走出最快嘅圈速，平均就係去到3分43秒嘅，即係代表乜嘢呢？其實大家都冇乜分別，但係套 Exar 個框高就高少少，總括嚟講多 16mm， 如果你計晒前後，所以擾流作用更加好。下一個測試呢，我哋就係爬坡嘅，就走一條2公里長嘅87米嘅爬升，平均斜度呢就有 4.3% 嘅，同上次一樣啦。每一款車轆走2轉，然後攞個平均分出嚟比較，得出嚟嘅結果 Super Team 平均時間係6分31秒， Hyper R45 平均就係6分30秒，最重嘅邁金 Exar 今次呢就係最落後嘅，
平均跑就係6分43秒，踩落去嘅感覺呢，就真係感覺唔到啲咩重或者拖嘅，但係個結果話俾我哋聽係明顯慢咗啲，或者話唔定因為我係跑咗咁多轉對腳開始攰。OK， 下一個測試呢，我哋就掉頭由山頂落翻山底，係唔踩，由得佢就咁碌落山，同頭先一樣都係碌落山2次，跟住攞中間嘅平均分嚟比較。你哋估下邊一套車轆會係最快啊？我做呢個測試之前呢，自己都諗過，我覺得啦，最重嗰隊應該會係最快。個結果同我諗嘅真係一樣。Super Team 平均時間就用咗3分15秒。Hyper R45 就用咗都係一模一樣3分15秒，而最重嘅 XR 呢就快2秒3分13秒。OK， 最後呢一個測試呢，我自己就覺得應該係今次最準確嘅一次測試。我就將部單車踩到去32公里車速，然後喺同一個位急剎，盡量做到只係得少少嘅線胎，而每一款車轆呢，今次就會嘗試走3次嘅。我未做呢個測試之前呢，我就會覺得有排水紋嘅設計呢就會停得快啲。邁金 XR 嘅設計呢係有排水紋嘅，摸落去同埋睇落去係平滑得嚟，好傳統嘅較為幼嘅排水紋咯。摸上去呢係都算平滑嘅。對 Super Team 嘅排水紋呢就有啲特別，佢哋呢就叫佢做 K 字剎車紋，摸上手呢就更加凹凸。同埋佢係唔係一下過，佢係摸落去係慢慢咁樣沉落個坑位，跟住又上翻嚟。啲剎皮聲磨落去呢係大聲過任何一對我試過有坑嘅車轆。道理上你會覺得嗰種凹凸程度會令到更加多摩擦力，令到剎車可以快啲。但係得出嚟嘅結果係完全相反嘅。套 Hyper 係冇排水紋嘅，竟然用少 1.5 米。但係我覺得如果係濕地急剎，個結果可以完全扭轉，同埋有紋。係咪真係可以令到散熱更加快呢？呢一個測試我就做唔到啦。但係我覺得如果要不停咁樣落斜急剎長時間咁樣有排水紋，話唔定真係可以幫助降溫。雖然冇排水紋喺乾地度剎得快，但係呢，我自己本人呢，就始終都係會選擇有排水紋好過冇。就算你落雨唔束車，天氣呢一方面呢，真係好難預測嘅。我會寧願有都好過有需要用到嗰陣時冇。我覺得安全係最重要咯。OK，嚟一個結論啦。咁講下今次呢一個測試令我啟發到啲乜嘢啦，都係再次重複啦。我唔係有啲咩專業工程師，所以唔會攞呢一個結果嚟否定邊一套車轆好過邊一套。因為如果你話喺現實生活中踩單車，當然唔係一條平路啦，永遠都有平。有上山又有落山，當你將所有唔同嘅路段夾埋一齊，嗰啲數據呢俾到你呢係非常之接近，個分別真係好少。特別大部分嘅人嚟講，休閒踩嘅會遇到好多其他嘅因素，令到啲數據有啲出入啦。例如同群組踩車啊、跟人尾啊、遇到對頭風啊、塞車啊、有燈位要停啊，加埋呢啲因素呢，真係令到呢啲數據一啲都唔重要。我覺得呢，反而呢個剛性、個品質做到耐唔耐用，同埋遇到側風嘅穩定性咧，會比較更加重要。對於普通車友嚟講，咁通常咧越高框就肯定越擺噶啦。OK， 希望大家會中意呢一條短片啦。如果你對以上嘅車轆款式有興趣咧，就請用我哋標籤裏邊嘅連結同埋呢個折扣碼，記得俾個 like、訂閱同埋分享。今集嘅 Man on Wheels 就講到咁多啦，多謝收睇，下次見。